除了拍拍拍，周末玩点啥？黎明杀机的火热让所有人第一次看到了玩家对猫鼠游戏的热情和粘性。本期玩点啥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和黎明杀机核心玩法相同，但似乎名气更大的恐怖逃生游戏 Friday the 13th 13号星期五。游戏脱生于电影剧情，一位玩家扮演大名鼎鼎的杀人狂魔杰森，另外7名玩家需要联合对抗杰森，逃出魔爪。玩法方面，不同于杀鸡死磕发电机的玩法，13号星期五中逃生者胜利的方法有多种，包括打电话叫警察、修车，还有耗尽20分钟的游戏时间成功存活。杰森的胜利方式当然只有一种，就是 die， 杀光所有人。除了逃脱方法多样，13号星期五的人物选择也比较丰富，开发商为逃生者准备了许多属性不同的人物。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智力、体力、速度等方面。这些属性会影响玩家在游戏中的互动成功率和特定场景下的表现。屠夫选择方面，虽然只有一个主角杰森，但制作方别出心裁地为杰森定制了多种形态。我们可以理解为杰森1号、杰森2号和杰森3号。不同的形态，杰森技能属性差别较大。比如1号杰森武器威力较强，握力较大，但感知能力很差，且眩晕时间很久。2号杰森感知能力较强，可以迅速发现逃生者，且水中移动速度很快，但武器威力一般。诸如此类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戴着男1号面具的多主角设定。其次，游戏还原了杰森在电影中的各种暴力杀人方法，处决机制上更加丰富。在火堆、窗户、门口等场景，杰森抓到人类可以直接处决，人类也不是被抓住就必死无疑。玩家在被杰森抓住时，有一段时间是可以挣扎的，利用武器道具就可以打出杰森的僵直，暂时逃脱。更为贴合现实，同时也让逃生者们崩溃的是，游戏中逃生者在看到同伴尸体时，有几率发出尖叫，触发僵直。游戏制作方面，开发商非常有诚意地邀请到了13号星期五电影团队的加盟，知名 IP 不只是一个空壳子，而且游戏的设定完全取材于系列电影。首发地图也包含了杰森的老家水晶湖，甚至 Steam 上的宣传 CG 也做成了上世纪电影开场的感觉。如此强大的 IP， 最大的好处就是玩家在看到头戴面具的杰森之后，不需要任何音乐和剧情的渲染，就会毛骨悚然。早在制作过程中，13号星期五就引发大量玩家的关注，诸多影迷和游戏玩家希望制作方重现杰森雄风，但在看到游戏的玩法和试玩之后，很多人会将其与黎明杀机进行比较，就像绝地大逃杀之于 H1Z1。但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二者核心玩法相同，但细细比较又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黎明杀机采用多屠夫、多逃生者设定，包括前段时间刚刚加入游戏的新屠夫雷电法王杨先生。我们可以将13号星期五中杰森1号、杰森2号也看成多屠夫设定，但没有黎明杀机的屠夫差异这么明显。可选择性上，黎明杀机优势明显。其次，地图设计，黎明杀机会出许多新地图，一般会伴随新人物同步发售，但地图规模较小，场景设计大同小异。逃生者绕完一张地图最多3分钟。13号星期五的地图数量不及杀机，但规模明显大于黎明杀机，且地图取材于电影，还原加分。最后，玩法对比。黎明杀机人物逃生就是死磕发电机或者最后的生还者地窖逃脱，对比13号星期五，杀机人物多，技能特征明显，但免不了都沦为偷电贼和农场主，玩法较为单一。比较了这些，我们可以发现13号星期五大 IP 的优势到游戏上就演变成为制作人的枷锁，限制了游戏玩法和人物设计的创造性。总不能杰森正在杀人时，杨先生也忽然跳出来帮他一起电人，既不能过度依附于故事，又不能过度的脱离故事，这或许是玩家和开发者在面对改编游戏时最纠结的问题吧。目前13号星期五已经正式上架 Steam 和主机平台， Steam 售价经过前段时间的涨价风波后，国区售价现已调回112元，但目前游戏不支持中文，喜欢这类游戏的玩家推荐观望入手。更多游戏相关信息，搜索全球单机网了解更多。
各位观众老爷们，咱们等一下，如果你实在胆小不敢玩的话，不妨把杰森的故事想象成为一段凄美的故事。拥有不死之身的杰森不断的轮回，其实是为了寻找啥？我也不知道。Was afraid to